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88.98，收盘价是285.8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4.86，最低价是在272.4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开始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上涨，上方是在295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股价开始下行，一度是跌破了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，也就是在275这个位置。那么下方呢是在272附近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股价在这之后开始震荡上行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个交易日最高价与收盘价之间，那么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。那说明当日股价在继续上涨时上方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在回档到低位的时候呢，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股价呢又被出现了大幅的拉抬。那并且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，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当日多空双方出现了拉锯，那么生成了这样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，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很容易做头的。那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直涨信号 K 线最高，也就是295之后，那么股价才能够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，从 K 线信息来说，次日开盘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刚刚说了，如果是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。尤其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最高不能够出现新高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有一个回档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80，或者是在27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收盘价会在296附近，而实际在4月28日收盘价是在285.88，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和上行两个位置的收盘价点位不仅在点位上。收盘价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好，
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出现了横盘。那么我们先来依次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4月29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92。虽然目前股价出现了新高，在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，也就是上方有头高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。那我们也会看到下方是有底高的。实际上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，也就是说这个多头的趋势在短期的多头趋势基本是被建立的。对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。但是呢，目前我们把第一个目标仍然会设定在292。我们要等股价如果出现回档之后，如果不跌破224、223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前低，然后再上涨我们才能把这个地方定为上行的目标。所以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仍然是292。好，那么站上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我们说就是瓦解目前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么我们再来说，目前出现了新高，比292高，那么这是不是瓦解了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呢？我们说并没有。在技术上，我们确认的点位通常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292，我们才能认为是瓦解了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但是仅仅出现新高这个不是瓦解空头的指标。好，那么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，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04，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依然是367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，在到达292之前我们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。如果说有压力，那也仅仅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，也就是286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4，仍然是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，目前的一个标志位就是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60这个位置。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，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对，所以目前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，我们认为260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位。当然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这根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它的最低在272，那么如果日后股价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进一步的下行260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，强支撑我们指的是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当然接下来还有250关口，下方还有这个224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，下方的支撑还是蛮多的。好，那么214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再次出现底低，那么将会继续目前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，然后是下方的13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
4月29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在285附近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在4月28日盘中啊，是在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，最后呢是收盘价碰巧是收在了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到了这个4月29日。我们要给出的这个观察位呢，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。那么它的位置呢是在289这个位置。好，当我们把这个观察位移到289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低开低走，股价反弹不能够突破289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个继续上涨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关注289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63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收盘价和4月9日的收盘价，还有4月25日的收盘价，分别是5%进场和加仓。那么这个仓位呢，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24。那到了4月28日收盘价是在285.88这个位置。对于这样一个仓位，对于多头来说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这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，我们要等待日后K 线的确认才能够决定是否加仓。所以呢，这15%的仓位呢，到了4月29日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，因为这个仓位已经是获利了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，当然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好，那停利的位置呢，我们给出的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最低是272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可以停利出场。好，止损位我们给出两个，一个是在260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继续守224。对，224是4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它和4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接近，所以说止损位我们给出两个位置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上方的292一直到300关口。对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60，因为这根向上突破的 K 线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那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260，也就是瓦解了这个向上突破的动能，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所以对于这个仓位呢，我们对于这个位置呢，这是空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刚刚给出的这个止损位呢，第一个就是260。当然，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可以继续守22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92到295，在这个区域，也就是第一个目标和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从300关口到304，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330。
然后第4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整数关口350，第5个压力位是367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70到274，它涵盖了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。第2个支撑就是260，第3个支撑是从255到257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。那么第4个支撑呢，我们给出一个整数关口是250。第5个支撑我们可以放在22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8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7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0附近。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65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7这个位置。对，那回档呢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回档到280，另外一个是到267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8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第2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也就是继续出现一根拉锯的 K 线，或者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94，收盘价会收在29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